想要获得4000小时观看时长来达到获利标准，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教你如何更快速的获得4000小时观看时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每周我都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、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。如果你也感兴趣这些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会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很多人做 YouTube 都想从中获得 YouTube 的广告收入，但是 YouTube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像之前一样发影片就能够赚钱。现在如果你想要获得 YouTube 的广告收入，你就必须要达到一定条件，你需要在1年的时间内获得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并且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。我已经在今年做出了一部如何在30天内获得1000个订阅人数的影片，你可以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去看完那部影片。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获得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。对于4000小时观看时长的定义，还有很多人不明白，这里我来解释一下。刚才我们有说到要在1年的时间内获得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但是这个1年的时间是怎么定义的？是从每年的1月1号开始算吗？还是从你上传的第一部影片开始算？又或者是你注册账号的那一天开始算？也有很多人会这么认为，如果我在1年的时间内没有能够达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那么这会不会意味着我之前积累的观看时长又要从零开始，之前积累都作废了呢？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。所谓的1年时间就是从今天开始往回算的365天。例如今天是2021年的2月27号，那么往回算365天就是2020年的2月27号。希望这样解释大家能够更明白一些。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些影片的时长都是公开的时长，也就是说这些影片都是必须公开的，而不是私享的。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有一部影片，你选择了公开6个月之后，你把它设为私享或者是删除了，那么这部影片所获得观看时长就不能够作为有效的获利观看时长。在 YouTube 工作室获利选项底下，你可以查到一个图，这个图会告诉你你的订阅人数和观看时长的进展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更快的获得观看时长。首先，第一个更快获得观看时长的方法就是制作观众想要看的影片。很多人开 YouTube 频道都会这么认为，这是我的频道，所以我要发我喜欢的内容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你的频道成长，你就必须知道，你制作的影片内容不是给你自己看的，而是给观众看的。在你做一部影片之前，你要想想这部影片是否是观众想要看的。如果观众都不喜欢看这种影片，那么就很难积累到观看时长。在制作影片之前，先去了解你的观众，你的观众感兴趣什么，他们平时的爱好是什么，他们会遇到什么问题，有哪些问题你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的。如果你制作了观众感兴趣的话题，那么自然的就会吸引很多观众观看，也就会积累很多的观看时长。如果影片的表现好，就会让 YouTube 算法知道，它就会推荐给更多的观众，这样不断的产生了滚雪球的效应，越来越多人观看，你的观看时长也会积累的越来越快。第二个更快获得观看时长的方法就是制作时效性长的影片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，这个图是我频道48小时的实时观看量。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我在几个月之前甚至半年之前发布的影片，每天都在不断的给我带来观看量，带来观看时长，这些都是时效性长的影片。时效性长的影片就意味着，当我发布了这部影片，只要我不下架，这部影片就能够无时无刻给我带来观看量。时效性长的影片一般都是教程类影片、讲解类的影片，能够帮助观众解决某些问题。如果观众遇到了某些问题，就会来 YouTube 上搜索，这些影片就会帮助他们解答。时效性短的影片就是根据某个时段的流行趋势而做出的影片。时效性短的影片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获得很多的观看量，但是在这个趋势过了之后，观看量就会变得非常少。例如最近 Clubhouse 非常火，所以我也做出了一部相关的影片。这部影片在一开始的时候表现非常好，但是有可能在 Clubhouse 热度过了之后，这部影片就没有很多人关注了。像 iPhone 12刚刚出的时候，所有的科技开箱博主都在熬夜的出影片，就是因为想要抢占这个第一手资源，获得最高的热度。现在这个热度过了之后，就很少人关注 iPhone 12开箱的影片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快的获得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尽量做出时效性长的影片。第三个更快获得观看时长的方法，提高影片的时长。有很多人在积累观看时长的过程中，都会更看重影片的观看次数。他们会认为越多的观看次数就意味着越长的观看时长。这个理论看似正确，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。提高观看时长有2步，首先第一步就是制作更长的影片。例如有2部影片，一部影片为10分钟，一部影片为5分钟，它们的续看率都是50%。
那么如果一次观看10分钟的影片就能够获得5分钟的观看时长，5分钟的影片就能够获得2.5分钟的观看时长。可以想象，这么积累下去，10分钟的影片会积累非常多的观看时长。所以，如果你制作越长的影片，你就越容易得到观看时长。第二步就是续看率，续看率非常重要。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，你需要想办法让观众观看你的影片越久越好。我们上一步有说到，你要制作时间长的影片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抓住观众注意力，留住观众，10分钟的影片，观众只看了1分钟、2分钟，那你也是很难积累观看时长的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利用简单实用的方法提高影片的续看率，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这部影片。我就是利用影片里面说的方法来提高我的影片续看率的。第4个更快获得观看时长方法就是提高观众的停留时间。如果你能够通过一部影片吸引观众来观看，观众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又会看你频道里面其他的影片，那么你就能够很容易的积累到观看时长。一种让观众停留在你频道里面的方法就是通过推荐影片。在2020年，我的频道从推荐影片获得的观看次数是62957次。这些都是观众通过看我影片旁边的推荐影片，继续停留在我的影片里面观看更多的影片。因为很多时候，观众在观看我的影片时，旁边都会推荐一些我的影片，如果他们感兴趣，就会一部接着一部继续观看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播放列表，你可以建立不同主题的播放列表，然后把相同类型的影片放到同一个播放列表里。以我的频道为例，我的频道里面有关于如何在 YouTube 上赚钱的播放列表，如何获得观看量的播放列表，如何获得订阅数的播放列表。观众来到我的频道，可以根据他们想要学习的内容来找到专门的播放列表，这样我就能够很容易的积累到观看时长。第5个更快获得观看量的方法就是通过直播。如果你喜欢直播，你喜欢和观众互动，你可以通过直播快速的获得观看时长。不过你需要在你下播之后，把直播的影片留在频道里，并且设为公开。我们可以计算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小频道，你直播里面有50个人加入，你直播了1小时，那么你就能够获得50小时的观看时长。这对于小频道来说已经非常多了，并且你把直播的影片留在你的频道里，这就意味着会有很多观众观看你的回放，这也会帮助你增加影片的观看时长。所以通过直播的方式也能够帮助你快速的积累观看时长。我知道观看这部影片的很多人都还在努力的获得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希望这期影片分享的方法能够帮助你更快地达到这个标准。其实如果你想要在 YouTube 上赚钱，你并不需要达到获利之后才能够开始。我的频道在还没有开通获利之前就已经开始盈利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播放列表，这里面有告诉你如何在没有获利的情况下开始在 YouTube 上赚钱，对你一定有很多启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